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发表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清大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3位是科技力智库执行长顾定祥老师。何荣好，观众朋友们您好。好，今天跟3位老师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我们首先从大豆来看。为什么说呢？这个全球贸易战啊，现在看到中美两强之间打得最火热的，不是晶片，也不是稀土，而是呢小小一颗的大豆，其实是黄豆了哈。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已经放话说，他要在10月底的 APEC 亚太经合会场边亲自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而且他到时候见面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施压中国大陆立刻去采买美国的大豆。这个话说得很狠啊，不过到时候怎么做呢？川普甚至急得公开生气的说呢，中国大陆停止购买大豆的谈判手段已经严重伤害到美国的大豆这些农户哈。这句话当然也等同于川普也承认了这个贸易战的反作用力，现在是重重打击到美国自己的农业命脉。那也就是说呢，现在选票跟大豆比较有关。散装船航运业者他们最新的数据显示，大陆在年底之前大约需要采买这个120艘船的大豆，数量高达了大约有840万吨。如果这个订单能够下到美国的话，对美国农民来讲，简直就是一个救命的黄金大饼啊！不过先前川普说呢，大豆这个问题不重要，我们用补贴的就可以了。显然不是如此哈，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过去是这个美国大豆的最主要的买家，对，去年2024年中国大陆购买了美国45%的大豆。45%大豆出口，所以当然它这个举足轻重。那今年因为关税战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是大幅萎缩。然后呢，这个因为大豆现在正好是收成期，然后这个川普又打击非法移民，对于农业部门来讲冲击很大，因为很多农民他们是依赖移民来去替他们做采收，所以现在他们就变成说，他没有这么足够的人力采收，他又没有办法这个。出口，所以他就要赶快再重建那个仓库，把它储存起来。所以对农民来说，不但赚不到钱，还额外要付出成本。所以现在大概是说1亩要亏64块钱，这是叫苦连天。对，叫苦连天。那现在情况，当然美国想办法，当然是希望就是说，不只是说这个像传统的这些买家之外，现在看上几个新兴市场，包括越南啦，包括这个尼加拉越南奈及利亚还有一个孟加拉，这3个国家大家去看，它的人口规模都上亿，但是问题是这样子，这3个国家人口上亿，可是中国大陆是14亿的人口，对，还有一点最大的差别，因为中国大陆这个食用这个大豆很多，吃豆腐嘛，我们豆腐用很多豆类啊，豆浆、豆腐啊、豆浆都有，这个对，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大量的这个使用嘛。所以最后就是缓不济急，然后还有一点，因为以往大豆储存都是在10月就买满了，就今年要用的到明年9月、10月那个时候才又开始下一轮的采购季。那换句话说呢，你现在这个时间没有抓住，很可能你就要再等半年以上。所以这个美国农民等得了吗？这个情况就是他等不了，对不对？对，所以就为什么他现在川普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其实2个人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才决定了，现在应该已经在谈，现在就要谈，然后2个人真的都两边都谈好了，到时候见面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公布出来。所以现在虽然说看到川普老神在在一派，这个觉得说虽然有紧张，但是呢不能够展现出来，但私底下其实也许心里面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哈。好，因为呢如果这个大豆中国大陆不买的话呢，他可以买别的哈，比如说像是巴西跟阿根廷嘛，啊，其实都可以趁机来补位哈，就是他们也产大豆哈，那美国的大豆不见得中国大陆要买啊，所以还是得找到买家。贸易战的风向也在大转弯啊，因为呢，你最近也可以对比同步听到，像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格利尔啊，他突然就是示好，说要寻求跟中国大陆呢扩大非敏感商品的贸易。但是什么叫做非敏感呢？大家也在想，这到底怎么去定义？
另外呢，就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啊，更是放话，他说预计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将会出现重大突破啊。这个重大突破到底是指什么样多重大啊？突破在哪里呢？不过当然这个先前哈，其实也批评中国大陆说暂停采购美国的大豆呢，是把美国农民当成人质或者是棋子。所以拉回到现在讲，这个川普说呢，一定要想办法让中国大陆买美国的大豆。可是如果中国大陆就是不买，那你能怎么样呢？啊，现在大豆的政治筹码看起来是比我们常常在聊的晶片啦、稀土啦，好像更加的重要了哈。真的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这么一天。吴老师又怎么看？是不是大豆会比晶片还更重要？在此刻哈，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把它拉高给层次，我们看一下这整个结构。我觉得这主要是依赖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相互依赖嘛，你依赖我，我依赖你，但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是。那这个依赖呢，如果我依赖你太多，我就会担心，说不定你会反过来控制我。因为依赖关系就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控制关系。那依赖太过分，这就美国动不动讲说是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所以这个依赖关系也取决于大环境，比如在疫情的时候，口罩、防护衣、疫苗，这个都是依赖嘛。那看起来小小的口罩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到那个疫情的时候，它就变得非常严重，还具有杀伤力啊。这杀伤力带引号，因为你没有口罩，病毒会把人杀死，就具有杀伤力。所以回到你刚刚讲那个黄豆，那黄豆现在的大环境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朱老师讲的，因为黄豆是一种农产品，你现在不采购，它烂在田地里，或者是放在仓储，它有成本嘛。而且这个跟选票有关，哪些州那些州正好都是川普的红州，对不对？对。然后那些选票呢，到底有多少选票，多少农民，这个对他也很重要。所以这个大豆是不是能够变成中共反过来压制美国的一个武器化的一个资源？我认为现在就是做得非常好。而且眼看2026马上美国期中选举就要来了。没错啊，所以说，刚刚讲说，川普跟拜登如果见面，就像周老师刚刚讲，现在幕僚可能都在磋商协调，希望到那时候大家两边老大一见面签名好了，我们这边和解，双方的领导人有面子。可是我有一点担心，或者我不是那么看好是双方见面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因为双方现在看起来科技方面，中国比较希望美国要给他一些资源。那美国就觉得这是我卡住，但没想到，你在黄豆上面居然也能够把我控制到这么惨，因为这依赖它嘛，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双方不会那么容易就一下就能够谈到一个彼此都能够觉得我感到安全了，或者我占到便宜，或者至少我不吃亏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呢。OK， 所以现在接下来就要看两国这个元首哈，包括川普、习近平两人怎么谈啊。但现在幕僚已经开始在相关的一些作业中。那可是呢，最近也看到川普的有些政策啊，就是荒唐到被国际打脸啊，怎么一回事啊？就是美联社的记者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呢，他们意外捕捉到了一个画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手机的简讯啊，这简讯内容呢，竟然是痛批说愚蠢之至啊！为什么？因为美国金援了阿根廷200亿美元，结果呢，阿根廷取消了他们的谷物出口税，使得中国大陆趁机能够买阿根廷的大豆。因为刚刚讲说不买美国大豆，那我就买阿根廷的大豆，再加上它又没有谷物出口税，所以正好呢，就因此顺理成章的就完成了交易。那当然也使得美国农民的市场拱手让人。而且不只是大豆啊，现在就连牛肉也是啊，出现崩溃式的暴跌。路透社就报道说，美国牛肉呢销到中国大陆的金额暴跌了超过90%，原本每年上亿美元的市场，现在全部被澳洲给取代。中国大陆商务部更是公开摊牌，他说未来大豆的购买啊，会取决于美国是不是要取消所谓不合理关税。现在包括大豆也好，牛肉也好，巨额的损失啊，变成中方在这一次就这一轮美中的谈判上一个王牌。好，所以现在美国农业陷入到内外交迫的一个局面啊，被中国大陆牵制住。那刚刚吴老师也特别点到，其实这背后还有选票的考量啊。可是呢，总得谈，那拿大豆来换什么呢？所以陆老师觉得，美国能够拿什么来换呢？比如说科技上的松绑，或是在外交上面有什么样的筹码吗？今天彭博最新的消息出来了，就是中国大陆向美国提出了一个要求，就希望中国大陆对美投资可以超过1兆美元，换取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在美国投资企业的国安审查，不要再做国安审查，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我中国大陆
出口到美国已经设工厂的中国的工厂的关税要降低，所以他做出2个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以投资1兆美金来换到不要对我的企业做国安审查。我们知道欧盟当初跟美国达成协议是6000亿美金，日本是5500亿美金，韩国是3500亿。那中国大陆呢远超过他们，我可以投资1兆美金。换言之，中国大陆想要从我这个一带一路我投到美国去，不只是在其他的开发中国家，用这个换到我要的。所以中国大陆他自己也有一个蓝图，一个 picture， 就是说我跟美国这样一直的这磋商，我总要换到我要的，因为他们一直希望跟川普达成一个框架协议，在这框架协议之下，大家在小打小闹、小吵，在打阵地战。那这个框架协议呢，就等着这个 APEC 今年10月底的 APEC 他们来做一个谈。所以为什么贝森特跟葛律尔都说10月底的 APEC 会有重大的突破，会有重大决议？其实他们诚如刚刚左老师讲的，应该已经达成了某一种协议，只是这个协议需要2个领导人共同碰面才能拍定完成这一次的这个协议。那么现在美国对中国科55% 的这个关税，对美国来讲，这个关税呢是恰恰好，因为可以掐住中国的脖子，让中国出口到美国已经减少了25% 以上。好，这对中国大陆目前通缩经济下是影响是蛮大的。所以陆老师，您觉得如果现在拿大豆，或甚至包括刚刚提到的牛肉作为筹码的话，美国至少要到，中国大陆至少要到什么算是它达到它的标准？因为正好大豆，中国大陆是大豆全世界最大的买家，它可以买大概将近60%，所以它这里有相当大的主导的力量。那牛肉呢？过去美国每一个月都出口到中国大陆大概1亿2千万美金左右，那现在呢都大幅下降。那大豆甚至是从5月以后是0。对，那中国大陆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大豆来换取，比如说我关税是不是减少？比如说你的芬太尼关税是不是20%是不要啦？不要再科我芬太尼关税，降低中国大陆厂商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成本啊，这对中国大陆是有一定影响。所以美国为什么这么有把握？表示美国已经跟中国大陆有了个默契，你这方面让给我，我那方面就要让你。所以为什么川普他们为什么这么有这样信心？那吴老师觉得呢？科技上至少中国大陆要到什么？我好像跟2位老师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我比较悲观。我悲观的理由就是说，中国大陆其实有比较长远的战略的思考，所以它即使是像刚陆老师讲的会让，那我觉得在那个措辞上面会有各种的陷阱在里面，绝对不是1000马好马上就买个500吨。买个5万吨就有多少吨这样子，我觉得这中间还会有一些变数在里面，因为双方彼此的互相需要，而且互相可以卡的那个 list 非常长，所以在这么短时间要谈成。我对那个川普的，刚刚节目前我有在开玩笑，川普的这个幕僚啊，很多具有战略思考的人恐怕都被开除了，或者不在政府里面了，所以他能不能够做那么缜密的战略的思考，然后跟中国大陆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密切的这样子的洽谈，我其实比较没有那么乐观。同意，而且其实现在美中在对谈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非常薄弱的信任基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